这心也是真大哦。这家里都快被淹了，还有心情啊在外面跟人家玩水枪，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咱们啊，嘿，看见没啊，我有新大哥了，用不着你。行啊，你有骨气，咱佩服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今天啊，外头这个天是真热啊！一到这个7月份啊，这盛夏的感觉就来了。咱们这边是吹着空调，吃着西瓜，悠哉悠哉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就在咱们不远的地儿啊，我们的邻居菲律宾，那日子可就难过了。话说这个2025年的7月，对菲律宾来说啊，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！天灾，而且是天灾 plus， 超级加倍版的。一个台风刚走，屁股后头又跟着俩。3个台风啊，组着团往这个菲律宾奔，就跟这个约好了去开派对一样啊！这个派对开的呀，那叫一个热闹啊！什么洪水啊、山体滑坡啊、泥石流啊，那场面啊，电影里的特效都不敢这么拍。这官方数据听着也是挺吓人的，说是有超过529万人受灾，啥概念啊？就是100个菲律宾人里头啊，差不多有5个人的家被淹了，或者正在被淹的路上。这房子没了，路断了，吃的喝的都没了着落，这情况搁到谁身上不迷糊啊？这按理说啊，街坊邻居家里遭了这么大的灾，咱们中国啊作为旁边的大哥，那向来是没得说啊。过去这些年啊，甭管什么地震、台风还是火山爆发，咱们是不是第一个伸出援手的？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吃的、喝的、盖的、用的，要啥给啥呀？什么医疗队啊、救援队啊，都是第一时间就往上冲，这叫啥呀？这叫雪中送炭啊，这叫邻里情谊啊。但是，这次你猜怎么着？怪了啊！这时间都过去了好几天了，咱们这边是安安静静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没有紧急援助的新闻，没有满载物资的飞机，啥都没有。这网上一下就炸了锅了啊！国内国外的网友都吵成一团，有人啊说咱们冷血，不讲人道主义。我一听这话就乐了啊！人道主义啊，这帽子可别乱扣啊！咱们今天啊就来掰扯掰扯这事儿，为啥咱们这位向来热心的老大哥这次就偏偏选择了冷处理呢？说起咱们中国对这个菲律宾的帮助啊，那可真不是吹的呀！咱把时间往前倒个10几年，菲律宾那个地方啊，说实话，这个地理位置是真不咋地啊。正好在这个台风的高速公路上，每年啊它都得挨上几回。远的不说啊，就说这个2013年那个超强台风海燕，我的天呀，大家伙可能还有印象啊，那是有记录以来啊最强的热带气旋之一。那个风速啊快得跟高铁似的呀，所到之处这个房子跟纸糊的一样，哗啦一下就没了。当时整个世界都震惊了呀！菲律宾当时那个惨状啊，真的是没法形容啊！这总统都快哭了，说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灾难。那会儿呢，咱们中国是什么反应啊？二话不说啊，马上行动。先是紧急给了100万美元的现钱，让他们先用着。紧接着呢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，吃的、帐篷、毛毯，装满了好几架大飞机啊，直接就飞过去了。而且啊，光给钱给东西还不够，咱们的红十字会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医疗队，直接就冲到灾情最严重的一线。你想想那个画面啊，一片废墟里，语言可能都不太通啊，咱们的医生护士就在那儿治病救人，包扎伤口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国际主义精神啊，这就叫患难见真情。这还只是一次，时间再往后推，2021年又来个台风啊，叫什么雷伊，又是哀鸿遍野啊。咱们呢还是老规矩啊，大米、帐篷、药品，那真的是要啥有啥啊，第一时间就送到。2023年马荣火山爆发了，跟天女散花似的。不过它散的不是火山灰啊，周围老百姓的家、地里的庄稼全都完蛋了。谁来帮忙呢？又是咱们中国呀！不光是这种救急的呀，灾后重建我们也帮忙啊。什么路坏了帮你修，桥断了帮你架，农田毁了给你技术支持帮你恢复。可以说啊，在过去的10几年里，只要这个菲律宾一招呼，甚至啊有时候都不用招呼，只要我们看到他们有难了，咱们的帮助啊从来就没有迟到过。咱们图啥？不就是图个邻里和睦，大家和平共处，一起发展吗？我们的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啊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对吧？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把这个菲律宾当朋友当邻居的，我们给的那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，是灾民手里的一碗热饭，身上的一件衣服，这份情谊啊，按理说你得记着吧。可是结果呢，
咱们这位邻居啊，那真是有点意思啊。咱们这边刚给他送完米，他那边扭头就开始砸咱们家的锅。这就好比你给这个隔壁老王家送了一袋白面，他拿着你给的白面蒸了馒头，吃饱了一抹嘴，然后呢就跑到村委会去告状，说你占了他家院子里的地。哎，你说这个事儿气不气人啊？尤其是在小马克思当上总统之后啊，这风向就彻底变了。在南海问题上，那小动作真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过分了。今天呢，派个船来咱们的地盘碰瓷，明天拉着这个美国啊、日本搞什么联合军演，哎，就在咱们家门口耀武扬威啊。在这个台湾问题上，那更是没轻没重啊，跟着西方国家瞎起哄，完全就忘了自己是谁，也忘了谁才是那个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真心实意拉过你一把的人。这就叫什么？用现在网上话说啊，就是典型的又菜又爱玩，一边享受了咱们中国带来的经济好处，一边在政治和军事上处处跟咱们作对，给咱们使绊子呀。你给路边的流浪狗喂块肉啊，他还知道冲你摇摇尾巴呢。可是你对这个菲律宾这么好，换来了什么呀？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挑衅。那你说这回他家又遭殃了，这冤大头谁还想当呢？这亏本的买卖谁还乐意做呢？所以啊，这回啊，咱们选择冷处理，不是突发奇想啊，也不是咱们心肠硬了，实在是这个心啊被伤的有点透了。咱们再回到2025年7月这个节骨眼上啊，菲律宾这次的台风啊，咱们给它起个名字吧，就叫台风三连击，听着就厉害。这吕宋岛、米沙烟群岛、棉兰老岛，菲律宾从北到南基本上被洗了一遍。这电视新闻里的画面啊，跟这个世界末日似的呀，几百万人流离失所，急需救援。菲律宾政府呢也挺有意思的，遭了这么大的灾啊，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向咱们这个过去最靠谱的邻居求助，恰恰相反。就在这个台风登陆前后那几天，他们的船啊还跟美国的船在南海搞演习呢。这心也是真大哦，这家里都快被淹了，还有心情啊在外面跟人家玩水枪，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咱们啊，嘿，看见没啊，我有新大哥了，用不着你。行行行啊，你有骨气，咱佩服你。那咱们就看看你这帮新找的铁哥们啊，在你危难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为你两肋插刀。结果呢，简直是年度喜剧大片啊！先说这个美国啊，美国爸爸那可是菲律宾现在的心头肉啊，3天2头啊就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挂在嘴边，说的就跟亲兄弟似的呀！哎，你的安全就是我的安全，谁动你啊，我就动谁。话说那叫一个铁骨铮铮啊！这军演的时候啊，那航母、驱逐舰这一艘接一艘的开过来，威风的不得了啊！可是呢，台风来了，真的灾难来了，需要人道主义救援了。这个美国的航母呢？美国的运输机呢？美国的救援队呢？喂，五角大楼吗？我们这需要救援物资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啊正在执行重要的航行自由任务，没空。我们的运输机啊，哎呀，最近油价太贵，预算有点紧张，要不你们再坚持坚持？你听听，这就是铁杆盟友啊！军演的时候呢，花钱如流水，一发导弹出去啊，几十上百万美元都没有了。真到了救命的时候啊，一分钱就得抠抠搜搜的。说白了，人家是利用你来当棋子，跟你搞军事合作的，又不是来给你当红十字会的。人家关心的是怎么在南海围堵中国。至于你菲律宾老百姓啊，是喝洪水还是喝西北风，对不起，那不在人家的 KPI 里头。再看这个日本啊。日本这些年啊，跟这个菲律宾啊走的也是特别的近啊，又是给船又是给贷款的，那亲热的不得了啊！这以前菲律宾遭灾啊，日本也是确实帮过不少忙，送点粮食啊，给点钱，面子上做的还不错。可是这次呢，怪了啊，这个日本也学咱们玩起了沉默是金。为啥呢？可能是他们最近啊忙着修改和平宪法，琢磨着怎么当正常国家，没有功夫管邻居家的闲事儿吧。也可能啊是看着这个美国大哥没有动，他这个小弟啊他也不敢乱动啊。还有那个澳大利亚啊，远在南半球也非要跑到南海来凑热闹，这口号也是喊得山响，我们支持菲律宾维护主权。行，台风来了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结果呢，澳大利亚也跟这个商量好了一样啊，开始装聋作哑。大伙儿看看啊，这就有意思了。
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啊，这几个天天跟菲律宾称兄道弟，把这个牢固盟友关系挂在嘴边的国家，在这个菲律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集体袖手旁观了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所谓的盟友啊，在人家眼里啊，你就是个工具，用你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亲密伙伴；那用不着你的时候啊，你就是远房亲戚，还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那种。军事演习啊，那是他们的利益；灾难救援那是你的问题。这账啊，人家算的是清清楚楚啊。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盟友关系啊，可以说被这场台风啊给扒了个底儿掉，也算是给这个菲律宾政府上了一课啊，也让他们看看清楚谁是真朋友，谁是假兄弟。天天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这些虚伪的盟友身上，那关键时候呢，人家是真靠不住啊。聊到这儿，相信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了。中国啊，这次对菲律宾的冷处理，真不是咱们不厚道啊，而是菲律宾政府自己啊，把这个路啊给走窄了。国际关系啊，说复杂呢也复杂，说简单呢它也简单。它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，最基本的一条叫互相尊重。哎，你尊重我，我自然也尊重你啊。你对我好，我也会加倍的对你好。可是你要天天在我家门口晃悠，还拉着个外人来指指点点，甚至啊想撬我的墙角，那我凭什么还要拿你当朋友，还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你呢？咱们中国的援助啊，从来都不是没有原则的。我们帮助任何一个国家，都是希望能够收获一份友谊，促进共同发展。我们的钱，我们的人力物力啊，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们愿意帮助那些懂得感恩、尊重我们的朋友，但是对于那些白眼狼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的善良啊，也是带点锋芒的。这次欧美媒体和一些人批评我们冷血，我觉得特别可笑啊。他们怎么不去问问美国，你们的航母呢？你们的铁杆承诺呢？他们怎么不去问问日本、澳大利亚，你们的援助在哪里？这种典型的双重标准，咱们见的还少吗？他们指责中国的时候啊，永远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对自己阵营里的不作为，却总是选择性失明。所以啊，这件事对菲律宾来说是灾难，但也是一个机会，一个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外交政策的机会。小马克思总统啊，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是拉着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死磕，把自己的国家绑在别人的战车充当炮灰，还是跟中国这个搬不走的邻居和平相处，搁置争议，共同开发，一起赚钱？这道选择题啊，其实并不难。一边啊是口头上说的天花乱坠，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所谓盟友，另一边是过去10几年在你每次危难之际都是实实在在的伸出援手，但是现在因为你的挑衅而选择观望的邻居，你到底要靠谁？中国的门啊，其实一直都是敞开着的。我们对菲律宾人民从来没有恶意，我们针对的是菲律宾政府那些不理智、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挑衅行为。未来中国会不会继续援助菲律宾，这完全是取决于菲律宾政府的态度。如果呢，他们能够在南海问题上回归理性，回到谈判桌前，用对话解决分歧，停止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的棋子，那么我相信啊，当中菲关系重回正轨，当这个菲律宾再次遇到困难时啊，中国的援助依然会像过去一样及时温暖。但如果他们选择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，那对不起了啊，他们就只能自己去面对风雨，去问问那些他们的亲密盟友愿不愿意为他们撑伞了。说到底啊，国与国之间啊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一切根源于尊重二字。你敬我一尺呢，我敬你一丈。你若背信弃义啊，就别怪我冷眼旁观。这就是最朴素也是最真实的道理。好啦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，不知道各位听了之后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